常说早起的虫儿有鸟吃啊！今天我也算是在日本开了眼界。昨天晚上通宵打 Netflix 上大师，然后现在来吃早饭，总算知道了什么叫日本最高规格的早饭。日本的米其林2星我们已经看过了，那早饭还能有什么花样啊？你问我也不知道，但是还是要试一试吧。9点来吃早饭还是有点早。今天的饭友都是一些爷爷奶奶。坐下以后啊，先给了一杯番茄汁，然后会问我们要冰焙茶还是冰抹茶，非常讲究。热芝士，日本餐的1年4季只提供冰水。不愧是日本最高规格的早饭。我们甚至还有个前菜，是一道白白嫩嫩的柚子豆腐，挖下去基本没什么阻力。这种鲜豆腐发酵的味道，搭配一点粗盐和青柠皮的碎，就是清新又开胃。我怎么又单压了？然后这个是正餐的第一部分，全是一口菜，嘴小的可以吃2口。先从天妇罗开始吧，它是炸龙虾尾，奢侈，它炸的来特别的有嚼劲，有点像大明炖蟹的肉，很鲜。米饭可以无限加，也可以选白米还是玄米。全麦的米口感特别的饱满，它这个天妇罗面衣真的很薄，鱿鱼就是外脆里弹，咬起来嘎吱嘎吱的。它为了让这个茄子更加的吸水，它把那个表皮改得才细。就是你们有没有吃过那个鱼香茄龙？它这个茄子的改刀比那个还夸张，看着非常的清淡，但是私底下汤却很浓啊！什么比喻啊？是一种特别浓郁的油香，特别的吸汁。它下面那个汤汁是油油的，但是它带一点点生姜末在里面。你们也知道鲷鱼本身吃起来就很鲜美，它是芝麻配的鲷鱼刺身，芝麻酱又自带一种坚果的脂肪香气，有点像东北肉冻的感觉。这个菜里面的海藻吃起来特别的滑，像是在家里喝粥，妈妈会拌的小凉菜。这个就很像清炒上海青的味道，接了一点鱼肉的香味，炒了个素菜。这个是在日本早餐里经常可以看到的牛肉酱，吃起来其实就是卤牛肉的味道，甜口的香料和卤水味。接下来是第2个部分，先给我们看了一下玉子烧，这个也是日本早餐的标配之一。它真的很像动漫里出现的那种很诱人的状态。据说什么奥九茨的有机鸡蛋，别的不说，一入口那个奶甜的味道就侵占了口腔，绵密的鸡蛋嚼起来特别有层次感。早上吃那个鸡蛋水真的很美味，这一路吃下来真的是吃开胃了，已经开始问大酱要第2碗米饭了。他家的米饭会给你配很多种吃法，真的很可爱，就是这么小个蛋黄，他拿这么大一个碗给我装。它这个很像小时候玩的那种厨房玩具，鲷鱼拌着蛋黄和米饭，金黄的真好看，有一种寿喜烧的那个感觉，但它配的是鲷鱼。一口下去，粘稠的蛋液混合着略带油脂的鱼肉，包裹着米饭滑进你的喉咙。早上的味觉真的很敏感，它那个料汁巨香，炸肉丸，但它里面配的是紫苏叶，它的里面有点像便利店的炭烧鸡脆骨，加上淡淡孜然香的紫苏叶，配饭真的刚刚好。而且这个蛋黄饭真的可以让每个菜都升华。我觉得他们家的精髓就在于每一个不同的菜都要配一口这个蛋黄饭。科普一下，为什么日本人1年4季都离不开味增汤？主要是里面含有丰富的蛋白质、氨基酸和食物纤维。不是怎么感觉要带货了？没有哈，他们家这个味增汤烤肉味特别重。其实一进他们家就能闻到那个烤鲶鱼的味道，很像夏天的时候在乡下的外婆家用木枝烤小鱼的味道。日本的味道就是每年夏天吃这个鱼，比起刚才的烤鱼，这种白生鱼就会更嫩一点，有一点像浓丽鱼。白生鱼怎么做都很好吃，早餐怀石就是好。吃完这些，我们甚至还有个甜品，柠檬果冻和葡萄。虽然今天这顿饭没有什么特别惊艳的硬菜，朴实无华，但是却又充满仪式感，有一种假装有钱人开启一天的感觉。垃圾推荐指数9分，嘎面是真服了。关西最高评分的烤肉店在京都啊，尊都加都。在和大家打了5次电话之后，总算给到了我一个位置，立马和朋友坐新干线飙了过去。我一直觉得京都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城市，它没有东京的那种富丽繁华，但是很多世界级的米其林都会选在京都开店，还有很多远离城市像动画里的民宿，我也不知道为啥。这个就是我们这次订的民宿，它从外面看就非常的京都，里面有3间卧室可以住6个人，这个浴室不要太大，还有2个厕所，一个单独的洗衣间。没想到这么实惠的价格可以订到这么宽敞的房子，我觉得它实景比官网的图片还要好看，画进来的那一刻还有一点宫崎骏的感觉，让人很舒服的卡其色。你在我那个庭院面前一坐，感觉自己在演动画。家烤肉在谷歌地图上现在已经4.4分，从民宿过去坐车只要8分钟。他家用的和牛是新培育出来的基因，日本还专门立法保护这种牛，所以它也能算得上是现在日本烤肉里的1线级别。吃完饭回到民宿里面躺着，感受京都夏天晚上的风，抓住夏天的尾巴，秋天也要好好吃饭哈。和牛在除了日本以外的地方已经卖到了天价，但是如果你问我来了日本应该怎么选店哦，台湾那是啊，是不是？就选今天这种店，就是那种商务大叔带着女生过来吃的店，一般都不会错。今天我们去的这家店，它足足有4.18分，而且服务员为什么那么帅啊？在日本这样分段的烤肉一般都是4万到5万，何以解忧，唯有和牛，一顿不够2顿来凑。今天我们终于约上这家店了，又是这种座位全在2楼的隐秘店。上前菜之前还会有个展示环节，今天的第一个前菜仿佛应该在法餐厅出现的，吃起来像一个浓郁版的甜豆花，有点像融化了的芝士慕斯，反正又是奶乎乎的口感，就只有1口。第2个就是今年那个很火的折叠饭团的生牛肉，用鱼子酱把海苔粘在一起，里面的生牛肉是用烤肉酱腌的，酱香上头。这和牛手卷应该叫肉糜那种缠绵的口感也很上头，就是太少了，贼拉香。小哥说这个牛舌是用红酒炖了很久，本来我以为它是牛脸肉，结果它是牛舌哎。这个汤汁很像罗宋汤和咖喱混合的味道，嚼到里面的还有一点红酒味。然后第一个烤肉就是牛舌，这家店就是这个超厚切牛舌最出名了，就是你们懂那个，你的口腔那边能够感受到牛舌每一寸肌理的感觉吗？那种外面脆弹，里面生软的口感，再加上浓浓的肉香，瞬间
间在你的唇齿间炸开。它最里面的那个部分真的特别的像龟苓膏。他家的和牛也是在自家农场培育了很多年才杂交出来的，所以还是有点费钱包。但是继续吃菜，然后接下来是这个，整个和牛身上最贵的一个部位，也是最精华的，肉眼可见的脂肪比肌肉纤维还多。这种比较肥的里脊真的很夸张，就是一边嚼一边喷油。他们家的烤法真的很神奇，它是一直不停的在焖烤，反复焖烤，很像韩国的做法，直到把牛油的香气焖到那个四月瓜里面，就是蔬菜的里面都是带肉的味道。下一块肉的口感其实很像牛脸肉，但它更有纤维感，就是一层叠一层，比较像潮汕牛肉里的勺饼，从来没有吃到过的味道。然后在这种比较高级的店，一般吃2到3种肉，会给你上一个味觉修正的东西，像这种生姜清汤面，它就只有一口。他家的和牛三明治真的很野蛮，可能他深知自己比不过别人，就干脆放弃了。2片焦脆的吐司，加着一整块里脊肉，里面那个蒜蓉酱有点像吃东北烧烤，给我颗蒜就好了，好吃晕了。这个是哈密瓜泡菜，这个真的很难评，就是隔行如隔山。为什么要用哈密瓜做泡菜？这个真的只是一个造型的作用吧？就是酸甜苦辣，除了苦它都占了。为什么要做出这种东西啊？它是存在的意义是什么？下一块，他说这个是牛屁股上面的肉，所以吃起来会是有种指定能行的感觉吗？但它在烤的时候，我就能看到那个肉汁顺着它的纹理不停的往外流，真的像是在喝那个牛尾汤。这个是横膈膜肉配洋葱，有点像高级版的吉野家牛冬饭。它这个洋葱的汁水也很多，然后横膈膜肉的汁水也很多，嚼起来就像是在你嘴巴里面炖汤，而且很像布丁上面的焦糖，甜上加甜的感觉。主打的概念就是那种非常多汁的那种感觉。最后的一块肉也是最顶级的体验，它这个会给我一种牛奶配坚果的感觉，那种黏糊糊的口感，像加了超多麻酱的东北砂锅土豆粉，黑松露的汽油味也会在每一次咀嚼的时候深入你的喉咙和鼻腔。每次吃到这种配松露配蛋黄，我都很开心。总有人跟我说和牛店吃不饱，我们来看看主食，一碗冷面，一碗饭，反正就是和牛不够主食来凑，对吧？我想夸的其实是他们家的咖喱饭，它用的是和牛的牛脸肉炖的咖喱，里面那个肉特别的烂，太适合做咖喱了，就整碗饭吃下去都很轻松。然后甜品也是2道，一个牛奶布丁和一个芒果，还挺舍得的，感觉每一次吃和牛店都能解锁一些新的吃法。阿基推荐指数8.5分，咋么样？酱面，这应该是我最有可能给外地游客推荐的成都美食。我们从外地专门赶过来吃，外地人我们是。现在我们吃的这家店它特别的特别，它最早起源于17世纪末，200多年的历史，演变了很多次。但是我们今天去的这家店的版本，是我在外面生活一直念念不忘的一家店。有3个成都人都告诉我这家店蜗牛口炸酱面，我吃惨了。真的没有人可以复刻它，也没有任何广告，就是吃。他家其实非常的便宜，你把这个菜单全部点一遍，也不到200块，但是没有人会全点一遍啊。我要一个2两炸酱加脆烧加牛肉加煎蛋，然后再要一个红油饺子，然后要一个鱿鱼抄手，来个最多块。我菜了。吃面之前先来一碗粉蒸肉，它这个是那种很老式的小蒸笼牛肉，装盘之后会淋红油和蒜泥，不用咀嚼就能感受到粉子的细嫩，切得很小，所以牛肉更入味儿。回到成都之后吃什么，我感觉都很辣。我觉得它这个臊子加到豆腐脑里面肯定也很好吃，别跟我争论什么甜豆腐脑啊。然后这个是用来味觉修正的，它叫醉豆花。我跟你说，他们家的醉豆花真的是很无敌，喝到嘴里就是冰冰凉凉的醪糟味，但是它那个酒酿的味道若有若无，它不会盖住豆花那个很细腻的味道，但它又很有存在感。它的醪糟的比例特别的好。然后就是炸酱面了，我一般还会配个红油水饺，讲究一个主食配主食，长胖又备食。我点的太多了，我没有想到你们家那么多。吃炸酱面的精髓就是把那个臊子和转，他家是成都特色的湿臊，但是我喜欢再加一份脆臊，口感会很奇妙。哎压了，和炸酱面真的是成都人的一门手艺。它面用的这种成都很挂料的，而且很粗的棍棍面，入口先是那个辣油的冲味，然后就是料汁里面那个淡淡的甜味，感觉酱料和面条的融合度很高，真的太香了。这家店出名是有它道理。这个面条嚼起来贼扎实，你一筷子可以挂很多料，吃起来就是油润但不油腻，油会让那个面条变得更滑，更好进入你的喉咙。我感觉我肚皮上的油现在在跟着流。一口面一口水饺，它看上去是不是很像中水饺？但它这个皮儿其实比中水饺更劲道，每一个都是前一天晚上娘娘现包的，肉馅压得特别实。你看着它红油很多哈，但实际上它是甜口的那种。吃了炸酱面可以吃这个放松，可能只是我吧。炸酱面里的煎蛋裹上一层红油，大户人家的体验。但是如果你觉得实在是太辣了，他家还有个鸡汤抄手，而且是鱿鱼炖鸡。我们家每年大年30的时候就吃这个汤，但是从来没想过在里面炖抄手，这个比浓抄手不知道好吃到哪去。一定要尝尝它的鸡汤，真的太浓了，一点点黑胡椒，再带上一点海鲜的味道，光是这个汤就很鲜。所以如果你怕辣，就炸酱面配抄手；不怕辣就配红油水饺。其实，在成都这种很有烟火气的社区小店还有很多，面也好吃，那个也好吃，都是街坊邻居口口相传的好店。很多人都说成都人对浪漫过敏，但是这些街边小店不就是浪漫本身吗？阿杰推荐指数9.5分，看玩意儿。